汉传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逐渐发展出许多宗派。这些宗派不仅在佛教教义上有不同的侧重点，也在修行实践中展现了各自独特的特点。而在中国佛教的悠久历史中，禅宗与净土宗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两个宗派。从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禅宗和净土宗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影响力，并持续至今。他们依旧是佛教信仰中的两大主流。这两个宗派虽然在教义和修行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超越生死，达至解脱与圆满。禅宗主张通过参禅与内观来直接见性，净土宗则依靠信愿念佛，通过阿弥陀佛的加持来往生极乐世界。禅与净的差异也引发了无数佛教弟子和高僧之间的讨论和辩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唐末五代宋初高僧永明延寿大师所提出的四料简记。永明延寿大师原本出身于禅宗，是法眼宗的第三祖。他的禅宗修行并未让他满足，逐渐他融合了其他宗派的修行方法，尤其是净土宗的教义。在深入修习禅宗的同时，延寿大师也开始修净土，最终提出了禅净双修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成为了后世许多佛教弟子争论的焦点。永明延寿所提倡的禅净双修，既兼顾了禅宗的深邃，也包含了净土法门的直接与依赖佛力的特点。二者并行修习，不仅能够在此生获得觉悟，还能在来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而成佛。在四料简记中，永明延寿以四句寄语概括了他对禅与净土修行的见解。这四句寄语虽然简短，但每一句都深刻揭示了禅宗与净土宗修行方式的优劣与得失。第一句是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因境若现前，瞥耳随他去。这句寄语传达了延寿大师对单修禅宗而摒弃净土的批判。他认为禅宗修行虽然能够帮助修行者见性，但如果没有净土的加持，仍然难以脱离生死轮回。禅宗的修行需要极大的定力与智慧，而对于大多数修行者而言，能达到彻底断除烦恼、解脱生死的境界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末法时代，修行者的根性较差，很多人即使参禅，也往往陷入了阴境，无法自拔。延寿大师用十人九错路来形容那些单修禅宗而忽略净土的人，暗示他们的修行之路充满艰难与困阻。第二句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则是永明延寿对净土法门的高度推崇。他认为，虽然净土宗的修行者没有参禅的深度，但只要真心念佛，依靠阿弥陀佛的佛力，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过对弥陀佛的信仰与念佛，修行者可以获得直接的解脱，而不必像禅宗那样依赖自力。他特别强调万修万人去，意思是说，所有信仰净土、念佛的修行者都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最终得以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得道。因此，净土法门是一个相对简单且有效的修行方法，适合更多的修行者。尤其是在末法时期，净土法门成为了广大信众最为依赖的修行之路。然而，延寿大师最推崇的，显然是有禅有净土。第三句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这一句表达了永明延寿对禅净双修的高度赞扬。他认为，禅宗和净土宗的结合，能够帮助修行者在现实之中成为真正的师者，广传佛法，夺化众生。而在来世，修行者将能够成就佛果，成为佛祖，圆满自己的修行成果。通过禅净双修，修行者既能够在此生获得智慧的觉悟，又能在来世获得佛果的圆满。因此，永明延寿认为，禅净双修才是最理想的修行方式，能够帮助修行者得到最彻底的解脱。最后，
延寿大师严厉批判了无禅无净土的修行方式。他在第4句中写道：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护这句话警示了那些既不修禅也不念佛的人，指出他们的修行将无法得救，始终沉沦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中。无论这种修行者多么努力，他们的修行始终无依无靠，无法超脱生死。他们会像被束缚在铁床与铜柱上的囚徒一样，无法逃脱，永远无法获得解脱。永明延寿用极为严厉的语言警告那些忽视修禅与念佛的人，这种修行方式将导致无尽的痛苦和轮回，最终将无法得到任何依赖，受苦无尽。这4句寄语简洁而深刻，充分表达了延寿大师的禅净双修理念。对于这4句寄语的理解和争论，后世的佛教徒与高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民国4大高僧之一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寺料简记极为赞赏，并在净土决议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印光大师指出，永明延寿大师的寺料简记字字如天造地设，每一个字都充满了佛教智慧，体现了对修行道路的深刻洞察。印光大师认为，禅宗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明心见性，即通过参禅达到彻底觉悟，而净土宗则通过持佛名号，依靠阿弥陀佛的佛力，让修行者能够超脱生死，往生极乐世界。然而，印光大师也指出，禅宗修行虽然可以明心见性，但如果修行者无法彻底断除烦恼，那么即便是大悟，也难以逃脱6道轮回。而净土宗的修行方式虽然没有禅宗的深度，但只要有信愿，念佛便能往生极乐。印光大师特别强调，净土宗并不依赖修行者的自力，而是依靠佛力，因此无论修行者的根性如何，都能得到佛的加持，最终实现解脱。印光大师的这一观点虽然与永明延寿的禅净双修理念有一定的差异，但他并没有否定禅宗的价值，反而通过平衡两者，提出了净土法门更适合现代修行者的实际情况。对于印光大师的教义，许多净土宗信徒深感认同，他们认为净土法门是最适合末法时期众生的修行方法，而禅宗虽然高深，却往往需要较为卓越的修行基础，才能够真正突破烦恼，成就觉悟。在这一点上，同样是民国4大高僧之一的禅宗泰斗虚云大师，对禅语境的理解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强调，禅宗的修行并非仅仅为了个人的觉悟，而是为了利益他人。他提到，禅宗的最高境界是明心见性，即参禅者通过深入的内观，达到自性本来的觉悟。虚云大师认为，禅宗的修行虽然复杂，但对于有根基的修行者而言，能够迅速突破种种障碍，达到更高的智慧。然而，禅宗的修行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松驾驭，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许多修行者的根性较差，容易被阴境所迷惑。虚云大师常说，修禅者最怕的是偏执，偏执于一种境界，便容易误入歧途。他强调，禅宗的修行需要极大的定力与智慧，不仅要破除一切烦恼，还需要通过不断的修行与觉悟，才能最终达至解脱。对于禅净双修的理解，虚云大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禅与净并非对立，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的。他指出，禅宗的修行者应当保持清净的心境，不执着于表象的境界，而净土宗的修行者则应当保持坚定的信念与愿力，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往生西方极乐。在虚云大师看来，禅宗和净土宗的修行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互补之处。禅宗的内观能够帮助修行者认识自心，净土法门的念佛则能够帮助修行者在生活中不断保持正念，防止堕入迷途。他常说，念佛人心净，佛土净，即见自性弥陀，
这净土与禅是不二的虚云大师认为，禅宗与净土宗两者的修行，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众生超越生死，解脱一切烦恼。然而，在实际修行中，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禅与净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禅宗和净土宗的修行者常常陷入一种极端的争论之中，认为禅与净是无法共存的。虚云大师曾亲自参与过不少关于禅净之争的讨论，他深知这种争论对于普通修行者的困扰。他曾在一次与弟子的对话中说，许多人把禅与净看作是两条相互对立的道路，认为只有选择其一才能成就佛果，但事实并非如此。禅与净的修行恰恰是能够互相促进的。真正的修行者应该明白其中的真谛，抛弃偏见，走出自己的道路。这些话语深深打动了许多在修行道路上迷茫的弟子，也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所选择的修行方式。虚云大师的这一观点受到了许多禅宗修行者和净土宗信徒的认同，越来越多的修行者开始理解到，禅与净并非两个独立的法门，而是可以在修行过程中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禅宗的修行帮助修行者见性，破除内心的烦恼，而净土宗的修行则通过念佛帮助修行者建立坚定的信仰，依靠阿弥陀佛的佛力，最终达至解脱。禅净双修的道路并非一种选择性问题，而是一种能够结合自身根性与时代背景的智慧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禅宗与净土宗的修行方法也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在现代社会，许多修行者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往往感到心力交瘁，难以集中精神进行深刻的禅修。而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则因其简便易行，成为了许多修行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保持清净心境的重要方式。禅宗的修行虽然高深，但往往需要极大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而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则能够帮助修行者在繁忙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对佛法的信仰与虔诚。有一天，虚云大师在寺庙中与几位年轻的弟子进行了深刻的对话。一位弟子问道，师父，禅宗与净土宗的修行到底哪个更好？是禅宗能够直接见性，还是净土宗的念佛更为简便？虚云大师沉思片刻，缓缓答道，禅与净之道各有各的殊胜，无法简单比较孰优孰劣。禅宗修行如同磨砺锋利的刀刃，需要深刻的内观与直觉的觉悟，而净土宗的修行如同一根稳定的长线，牢牢依附于佛力，带领修行者往生极乐世界。两者并行修习，反而能互为补充，弥补对方的不足。若要仅仅选择其一，恐怕将难以圆满。这一番话使得所有在场的弟子都沉默了片刻，纷纷点头表示理解。虚云大师的这一番教诲，也正是当下禅净二宗争论的智慧总结。在现代社会，许多修行者将禅与净视为互不相容的两种修行方式，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虚云大师却在教义中表达了宽容与包容，强调禅净双修不仅仅是对各自法门的继承，更是对修行者心灵的真正关怀。无论禅宗还是净土宗，最终的目标都是帮助修行者超越生死，得到彻底的解脱。因此，修行者应当根据自己的根性和实际情况，灵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修行方式，而不必过于执着于形式的优劣。印光大师、虚云大师以及永明延寿大师的教义，实际上为当今的修行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许多人对佛教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对表面形式的争论之中，忽视了佛教教义的真正内涵。禅净之争并非一个关于优劣的单纯问题，而是关于修行道路的理解与选择问题。修行者要明白，禅宗和净土宗的修行方式各有其独特的智慧和意义。只有在真正理解这些法门背后的深刻含义时，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修行路径，
最终圆满解脱。从永明延寿到印光大师，再到虚云大师，他们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智慧和启示。在这个时代，佛教的修行不再是单纯的宗派之争，而是一个多元并存、互相包容的智慧之路。每个修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根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禅与静并非对立，而是能够相互补充，共同引领修行者走向解脱的彼岸。对此，各位修士有什么想表达的？欢迎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好了，本期视频结束。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